刚觉醒了十分稀有的人形态御兽魅魔，可他却毫不犹豫地拒绝和你签订契约，因为他认为你一个穷学生根本无法负担他这种高阶御兽的培养费用，于是便想着另寻金主。可他不知道的是，你有着能让御兽隐藏进化的金手指，只要你想，这只魅魔在你的手上完全能培养成传说级御兽。要知道这个世界根本没人能看到御兽的详细数据，更别说自己还能看到御兽的隐藏进化路线。可还没来得及签订契约，便有人看上了你这名史诗级魅魔御兽，想要收购。这位同学，犬子今年也高3，正缺一只强力御兽，你这只史诗级的不如就转让给我。来人是北海市最大商会的掌控者。闻言，你瞳孔一缩，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来意，他竟想抢取自己的魅魔。见状，一旁的王老师却开口：龙夏国法律规定，没有御兽是本人同意，任何人都不得抢夺召唤的御兽。小野，也就是说，只要你不同意，今天没人能带走你的御兽。陈山笑容不变，慢条斯理地竖起一根手指：1000万，这笔钱足够你买一只优秀资质的御兽，还能余下资源培养它。史诗资质的御兽培养起来耗费巨大，你一个普通学生何必强撑？不如拿钱换实惠。若是旁人，或许真会被这条件打动，但你只是冷笑。系统在手，魅魔的成长路线清晰可见，未来甚至能突破传说级。你正要斩钉截铁地再次拒绝，站在你身旁的魅魔却开了口：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见状，你浑身一僵，不可置信地转过头。说话的竟然是依偎在自己身旁的魅魔御兽。魅魔的话音刚落，整个祭坛瞬间陷入死寂，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定在他身上。被这样注视着，魅魔脸上浮现出一丝娇羞，但他的身体却不着痕迹地从你身旁退开，甚至悄悄往陈山的方向挪了半步。见此一幕，你顿时如遭雷击。在这个世界，御兽背叛主人，简直比太阳从西边升起还要荒谬。要知道，召唤者对于御兽而言，无异于赋予其生命的父母，绝大多数御兽宁愿战死，也绝不会背弃主人。你死死盯着这只被自己召唤出来的魅魔，那张清纯可人的脸蛋依旧人畜无害，却仿佛一张精心伪装的画皮，底下藏着的竟是算计与贪婪。但下一秒，你却突然笑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与其留个定时炸弹在身边，不如趁早看清真面目。史诗级御兽又如何？自己的金手指能培养的可不止这一只。你轻笑着摇头，有意思。看来某些人，不是某些兽，连最基本的忠诚都不懂。另一边的陈山先是一愣，随即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早就听闻魅魔一族聪慧过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这位魅魔小姐，只要你愿意跟随犬子，我陈家必定倾尽资源培养你。说着，他还不忘假惺惺地看向这位同学：你的御兽都这么说了，你总不会为难他吧？将这一幕尽收眼底的王毅猛地踏前一步，怒骂出声：放屁！龙夏御兽法明文规定，御兽买卖交易必须经召唤者本人同意。什么时候轮到御兽自己做主？王毅转头看向你，目光如炬：小野，今天只要你摇头，那谁也别想带走他。你缓缓转头看向那只眼神中带着祈求、渴望自由的魅魔，这只御兽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自己。片刻后，你的声音变得平静：陈老板，这笔交易我同意了。话落，陈山和魅魔的脸上同时浮现喜色，但还没等他们松口气，你便再次开口：只不过价钱得翻倍，2000万。这个数字如同一道惊雷炸的陈山脸色骤变。要知道，一只普通史诗级御兽的市场价不过800万左右，他开出1000万已经算是一价收购，没想到这小子居然敢做第7价。陈山强压怒火，试图讨价还价：小兄弟，这价格是不是？话没说完，你便打断了他：谢绝还价。如果陈老板不愿意出这个价，我宁愿将他送去销毁。闻言，魅魔脸上的伪装瞬间崩塌。作为精神系御兽，他能清晰感受到你话中的杀意。这个男人是认真的，在死亡面前，他再也维持不住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他惊恐地望向陈山，眼中满是哀求，这是他唯一的生机。而陈山的脸色阴晴不定，2000万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但被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辈如此拿捏，却让他胸口堵着一口闷气。但想到自己的儿子，他硬生生压下这口气，先将这只御兽拿下了再说。至于剩下的，接下来的日子还长。行，我答应你。见陈山同意，你没有再多说什么，干脆利落地解除了与魅魔的临时契约。魅魔得救后，立即向陈山投去感激的目光，声音甜得发腻：我一定会好好辅佐您的儿子。陈山的目的达成，他冷哼一声，便带着魅魔转身离去。告别王老师后，你独自走出召唤祭坛，思索着接下来的打算。眼下最紧迫的是必须尽快契约一只御兽，无论资质如何，没有御兽，10天之后的校内选拔根本参加不了。这般想着，你便在路边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师傅，去御兽商行。北海市最大的那家御兽商会共分5层，每一层对应不同级别，分别为普通、精英、优秀、史诗、传说。来到商行，你并没有在第1层停留，而是直接上了第3层。宽敞的大厅内，数十只形态各异的御兽被关在特制的能量笼中，每一只旁边都标注着详细信息和价格。你的目光扫过，眼前自动浮现出它们的属性面貌。看着这些仅有一个技能的御兽，你眉头微皱。虽然优秀级御兽已经算是不错的选，但和史诗级的魅魔相比，差距实在太大。更何况自己手里有2000万资金，完全可以追求更高的上限。你拦住一位工作人员，不死心地问道：你好，请问商会还有别的御兽吗？工作人员开口：是这样的，我们这里只会陈列每年最新获得的御兽，而往年没有卖出的御兽将会在后勤处统一管理。只不过客人您不要抱太大希望，毕竟那些御兽都是被人挑剩下的残次品。听到这个消息，你心中刚燃起了希望，再次吸引别人挑剩下的残次品，那怎么可能还会拥有资质不错的御兽？但秉承着来都来了的原则，你犹豫了片刻后，还是决定去后勤处看看。来到后勤处，你第一眼就被那抹银色身影所吸引。人形态御兽，资质史诗级9星。要知道那只魅魔御兽也才史诗级2星，这是你迄今为止见过最高资质的御兽，距离传说级仅一步之遥。并且史诗级别的御兽一般只有2个技能，而眼前这名天使御兽琉璃足足拥有3个技能。你的视线不自觉地移向他的背后，那里本该有一对圣洁的羽，如今却空空如也，先天残缺。看来这就是他无人问津的原因吗？然而在看到系统给出的修复方案时，你的心脏剧烈跳动了起来。天使之羽、辉光星辰、圣灵石，这3样材料御兽商行里恰好都有，只要治好他的伤，他的天赋将彻底碾压那只魅魔，就是他了，这就是我要找的御兽。此时你深吸一口气，缓缓走到工作人员面前，我想
买下那只天使玉兽，请问多少钱？听到这句话，天使琉璃的瞳孔骤然一缩，他缓缓抬头看向他，他是在说自己吗？300多个日夜，他蜷缩在这个阴暗的角落，无数次抱有期待，无数次失望，到最后他麻木，甚至不敢再奢望有人会多看他一眼。可此刻，那个陌生的人类竟然指向了他，他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连呼吸都变得困难。他真的知道自己在选什么吗？一个连飞行都做不到的废品。琉璃低下头，金发垂落遮住了他微微发红的眼眶。明明不该再抱有期待，可为什么心还是会痛？你从残次品区挑选玉兽的举动让工作人员一时愣住。您是说那只天使玉兽吗？是的。多少钱？工作人员联系主管后很快得到了回复。这只虽然是残次品，但毕竟是史诗品质，只需要1万龙夏币，您就能将这只玉兽带走。你没有过多废话，干净利落的付了款，便来到了契约室。琉璃站在契约法阵的边缘，内心十分挣扎。真的要契约吗？自己这样的玉兽，琉璃咬紧下唇，声音带着哭腔：“对不起，我不能和您契约。我是一个不完整的玉兽。”正在准备契约法阵的你诧异的抬头，见到满眼泪痕的琉璃，你这才意识到自己忽略了玉兽的感受。你坚定地望向琉璃，试图给这位绝望的小姑娘传递一些信念。你不要妄自菲薄，你是非常优秀的玉兽。琉璃情绪失控地捂住脸，不，我不是，我连最基本的升级都做不到。你上前双手扶住她颤抖的肩膀，我知道你的问题，但我有办法解决。如果没有把握，我为什么会选择你？你指了指墙上的日历，10天后就是考核，没人会拿前途开玩笑。就在你说完这句话后，敲门声响起，工作人员送来了你刚才订购的材料，几乎花光了你全部的2000万。好了，材料我已经取来了，要不要试试？听到这句话，小天使的身体微微一颤。虽然他知道恢复伤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可是万一呢？在你鼓励的目光中，琉璃按照吩咐将3种材料一一使用。下一刻，琉璃的伤口处骤然涌现出浓郁的紫光，这光芒比你在祭坛召唤魅魔时所见更加深邃，几乎凝成实质，仿佛要将整个房间吞噬。在那翻涌的紫光深处，竟隐约透出一丝璀璨的金芒。还未等你细想，那抹金色便如燎原之火般迅速扩散。金色是传说资质，你呼吸一致。系统提供的材料明明只是用于修复伤势，为何会引发资质进化？除非琉璃的伤本身就是限制他潜力的枷锁。就在你思绪电转间，金光已彻底笼罩房间，琉璃背上的伤口处一片片纯白羽翼缓缓舒展，一道无形波动骤然爆发，穿透屋顶，直冲云霄。与此同时，在城主府内，城主夏修感受到了一股浩瀚如渊的气息从天而降，那气息神圣而威严，仿佛神明垂眸一瞥，却又转瞬即逝。来人，立刻彻查周边所有异空间裂缝。侍卫匆忙领命而去，而夏修的眉头却越皱越紧。能引发如此天地异象的只有2种可能，要么是异空间壁垒松动，有恐怖存在的气息泄露，要么就是传说资质玉兽诞生。想到这里，夏修自嘲地摇了摇头，直接将第2种猜测否决。传说资质玉兽怎么可能？而他不知道的是，就在玉兽商行内的契约室中，你怔怔地望着眼前的光幕，喉咙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传说级别的玉兽竟然真的成了！你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狂跳的心脏。传说级与史诗级可完全是2个概念，但下一秒一个念头如冷水般浇下。可传说级的天使真的愿意做我的玉兽？毕竟就在前不久，你才刚经历过魅魔的背叛。然而下一秒，一道金色的身影忽然单膝跪地，瞳孔中是毫不掩饰的坚定。神圣天使琉璃请求成为您的玉兽。当那道坚定的声音响起时，你忽然觉得胸腔里有什么东西融化。是啊，这世间终究不是所有玉兽都如那只魅魔般薄情寡。看着满心忐忑等待自己回答的少女，你深吸一口气，郑重地伸出手，琉璃，欢迎你成为我的第1名玉兽。等到2人契约完成，离开玉兽商行回到家时已经黄昏。姐，你回来了。顾芊芊闻声回头，小野回来了，快来吃饭。饭桌上你突然问道，姐，你怎么突然回来了？接了北海市的任务，正好路过，索性就回来看看你。他的目光落在琉璃身上，这就是你的玉兽。听到顾芊芊的问话，他突然一个标准的90度鞠躬，姐姐大人好。顾芊芊先是一愣，随即被这可爱的反应逗得笑出了声。不用这么拘谨，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笑声间歇，顾芊芊的表情渐渐严肃起来。小野，明天的新手试炼空间你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军方在异空间隔离出的安全区域，最高只有5阶魔物，这是新人最好的机会，并且新手试炼只能进入1次，是军方给予的唯一缓冲期。闻言，你默默点头。一旦进入真正的异空间，就算是统领级的御兽师也可能遭遇不测。这个世界的等级分为觉醒、超凡、统领、君王，每个大等级又细分为10个小阶。现在的他不过是站在最底层的觉醒级罢了，所以更需要无比谨慎，抓住所有的机会，尽快成长起来才是他目前的首要任务。有任务在身，顾芊芊没再多留，转眼便已是第2天。新手试炼空间的入口无比热闹，无数的学生围在这里寻求组队或是寻找大腿。这是你带着琉璃走了进来，这一幕瞬间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我超人形御兽，这是哪里来的大佬？求组队！但很快众人便明白了这位人形御兽的身份，那不是小野吗？他不是将召唤的人形御兽卖给陈家了吗？那现在他身边的人形御兽哪来的？我想起来了，这只御兽是去年祭坛召唤出来的，他好像是个废物吧？契约一个完全不能升级的御兽，他这是完全放弃了。这下没有人敢来组队，纷纷离你远了些。你完全无视了这些人的低声议论。就当你打算带着琉璃登记进入试炼空间之时，突然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这不是那谁吗？陈子明搂着魅魔缓步走进，故作思考。一旁魅魔主动开口：“主人，他叫小野。”对，小野。说起来还得谢谢，要不是你慷慨相让，我哪能契约到这么优秀的御兽？说着，右手在魅魔腰间用力一掐，魅魔发出一声娇嗔，虽然暗中翻了个白眼，但很快换上谄媚的笑。只有跟着您这样的天才，我才能发挥真正的价值。而周围的人见状也纷纷附和。他一个平民哪能和陈少比？史诗级别的御兽肯定要在陈少的手里才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更何况他现在契约了一个废物御兽，这下更不能和陈少相比。而你神色淡然地看着陈子明等人的表演，嘴角甚至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当一个人的实力远高于其他人的时候，那面对他人的嘲讽就会淡然处之，只有弱者才会因为一些嘲讽而恼怒。然而在你身旁的小丫头却气得浑身发颤，眼看就要冲上前去理论，你则是适时
伸手将他拦下。琉璃，现在最重要的是新手试炼，不要被他们影响了心态。琉璃仰头望着你沉静如水的眼，胸中翻腾的怒火渐渐平息，只不过在内心中他暗暗发誓，等下一定要尽自己的全力，一定要让这些人明白，自己的主人才是第一，真正的第一。此时你们进入了试炼空间，眼前的场景骤然变化，来到了一处巨大的森林。新手试炼空间有着4小时的时间限制，时间紧，任务重，自己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魔兽，并且将其击杀，快速提升琉璃的等级。而琉璃此时双翼展开，悬浮在空中，小脸上全是认真，完全不见平日里的不靠谱。主人放心吧，有我在，你绝对不会出问题。就在这时，浓雾深处突然传来咔嚓的树枝断裂声，主人小心，有魔物过来了。琉璃双翼骤然展开，一个闪身挡在了你的面前，雾气逐渐散开，一头足有2米高的魔兽现身。它形似蛮牛，却通体漆黑，兽瞳中闪烁着嗜血的红光。当看到蛮古牛的属性，你眉头不由紧紧。一进入新手试炼空间，就遇到了精英2阶的魔兽，这运气实在说不上好。对普通的平民5人小队来说，这几乎就是灭顶之灾。不过以琉璃传说级别御兽的强悍战力，拿下这只魔兽应该问题不大。此刻小丫头眼中燃起炽热的战意，纤细的身躯却散发着惊人的气势。交给我吧，主人。她等这一刻已经太久。断罪！随着一声轻喝，耀眼的金色火焰自琉璃掌心升腾，转瞬间凝聚成一柄燃烧着盛焰的巨剑。这是天使一族与生俱来的战斗本，是铭刻在血脉中的传承。蛮古牛被这突如其来的威势激怒，它粗壮的蹄子刨着地面，鼻孔喷出白气，眼睛死死盯着眼前这个临街的小不点。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咆哮，蛮古牛发动的招牌技能野蛮冲撞，如同一辆失控的战车般直冲而来。琉璃却纹丝不动，一道完美的金色弧光划破雾气，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蛮古牛保持着冲锋的姿势，却在琉璃身后轰然倒地，庞大的身躯竟被整齐的一分为二。断罪技能对魔族生物伤害提高，配合传说级御兽恐怖的属性，让这场战斗在瞬息间便分出了胜负。下一秒，一道湛蓝的光芒从蛮古牛尸体中升起，没入琉璃眉心。与此同时，你只觉脑海中嗡的一声，精神力如潮水般暴涨，五感瞬间变得无比清晰。御兽师的等级取决于御兽等级，此刻你的等级随之来到了觉醒1阶。随后你将视线集中在琉璃的各项属性上，这时候你才发现传说资质的御兽有多么可怕。刚突破1阶的琉璃，各项属性竟已全面碾压2阶的蛮古。更可怕的是，这种差距会随着等级提升呈几何式扩大。主人，您看到了吗？我真的不是废物。你闻声抬头，只见琉璃呆立在蛮古牛的尸体旁，晶莹的泪珠正顺着脸颊滚落。你能够明白琉璃此刻的感受。过去的1年来，他都活在别人的嘲讽之下，如今他终于用实力撕碎了所有质疑。你快步上前安慰道：“你从来都不是废物，你是翱翔9天的天使。”当琉璃终于抬起头时，晶莹的泪痕还未干涸，但眼中的迷茫与怯懦已一扫而空。这一刻，曾经的怯懦少女真正完成了蜕变。琉璃抹去眼角的泪痕：“主人，我没事了，抓紧时间升级吧。”你点了点头。以琉璃如今的实力，普通3阶魔兽在他面前已不堪一击，即便是4阶魔兽也只能勉强构成些许威胁。而当他突破至2阶时，就连部分5阶魔兽都将不再是他的对手。因此，此时此刻制约他们升级速度的并非魔兽的实力，而是在这片被浓雾笼罩的试炼空间中，如何快速准确地找到魔兽踪迹。整个新手试炼空间占地数十平方公里，魔兽被均匀地分布其中。更棘手的是，那些能提供丰厚经验的高阶魔兽数量更是稀少的可怜。与此同时，在试炼空间的监控室内，负责人许峰紧盯着中央的荧光大屏，眉头越皱越紧。除了陈子明勉强达到1级，其他人连 B 级都够不上。就在他准备移开视线时，余光突然捕捉到一个异常数据：小野，他的积分正在以恐怖的速度飙升，200、500、2000，最终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接冲破5000大关。许峰的瞳孔骤然收缩，要知道其他学生最高不过几百积分，就连陈子明也才2000出头，而这位声名不显的学生积分竟然达到了5000，这怎么可能？许峰猛地拍桌而起，他的积分增长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快把小野的资料拿来！工作人员不敢耽搁，立马取来你的资料递给许峰，而他查看完资料，眉头皱得更深了。小野契约了一位被认定是残废的御兽，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耀眼的成绩？难道说那只天使御兽恢复了？而此时屏幕上你的积分仍在攀升，潜力评级一栏更是已经跳到了 S 级。许嵩的手不自觉地颤抖起来，这个级别的天才已经超出了他的决策权限。快，立刻通知城主大人！此时试炼空间内，经过3个小时的升级，琉璃的等级成功来到了觉醒3阶，无限接近于觉醒4阶，而琉璃的各项属性也几乎是寻常3阶御兽的3倍。身旁金色的弧光闪过，围攻琉璃的几只精英3阶魔兽也被一分为2。下一刻，你的身体一震，脑海中的精神力再次提升，这也意味着琉璃的等级达到了觉醒4级。主人，刚才我在战斗的时候发现正东方向好像有个大家伙，如果我的感知没有错，应该是一只觉醒5阶的魔兽。听到这句话，你立马精神了起来。觉醒5阶的御兽在过去的3个小时之中，自己和琉璃可没有碰到过一只，现在好不容易见到了一只，那还等什么？走，干掉它！一只觉醒5阶的魔兽足够琉璃的等级再往上提升1大级。根据琉璃的指引，你们2人悄悄地靠了过去，果然是一只觉醒5阶的魔兽，并且品质还不低。就在你和琉璃悄悄靠过去的时候，却发现这只魔兽被其他人捷足先登了。与其说是捷足先登，不如说是这只魔兽找到了自己的猎物。在下方幽深的山谷中，赤血虎正率领3只觉醒4阶的魔兽将一支5人小队逼入绝境。这支小队中最强的也不过是名3阶御兽师。此刻所有人都面色惨白，沈若雪紧咬下唇，面对一支5阶和3只4阶的豪华阵容，他们这支新手队伍连逃跑都是奢望。现在魔兽们迟迟未下杀手，也不过是在享受猎物垂死挣扎的乐趣，但就算是死，也要撕下他们一块肉。所有人听着，我们可能走不出这片山谷。集中所有御兽对左方那只4阶魔兽发起攻击，就算我们不能将它杀死，也要将它重创。4人
咬着牙，声音里带着死亡的恐惧。而嗜血虎猩红的舌头舔过獠牙，他似乎终于玩腻了这场猫鼠游戏。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4头魔兽同时暴起，尖笑声中，沈若雪甚至能闻到扑面而来的腥风，死亡近在咫尺。而一旁的你见到这一幕不再犹豫，立刻指挥琉璃出手。说到底，这几只魔兽的经验自己是一定要拿到手。琉璃开启赤天使形态，此刻情况危急，只有琉璃双倍属性的赤天使形态才有掌控全局的能力。而琉璃接受到命令的瞬间便解放了身体加速，刹那间天地色变，赤红盛焰骤然爆发，将方圆100米的灰雾尽数蒸发，连空气都被灼烧的扭曲变形。在你震撼的目光中，一个绝美的身影自烈焰中缓缓升起，燃烧着盛焰的羽翼完全舒展，每一片羽毛都流转着璀璨的金色神纹，宛如从神话中走出的火焰女帝。3只觉醒4阶的魔兽发出凄厉的呜咽，恐惧的他们将头颅深深埋进泥土。而嗜血虎虽为觉醒5阶，但正面承受琉璃的威压，他的状态并没有好上多少。他突击动作戛然而止，庞大的身躯诡异的悬停在半空，那对猩红的兽瞳剧烈收缩，倒映着让他灵魂战栗的身影。队伍中年纪最小的成员喃喃开口：“班长，这是御兽吗？”沈若雪的双手无意识的捏紧，应该是。虽然这样的说法连他自己都接受不了，可新手试炼空间之中，仅有他们这些新人御兽师与魔兽，那道神圣的身影显然不是后者，那就只剩下了那个无比荒谬的可能性。他是御兽，一位新人御兽师的御兽。此时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琉璃的金色瞳孔冷冷扫过匍匐在地的魔兽群，他手中的圣剑只是随意一挥，3道赤红剑芒划破虚空，3只觉醒4阶的魔兽连哀嚎都来不及发出，庞大的身躯便化为灰烬。嗜血虎发出绝望的咆哮，浑身爆发出最后的凶气。琉璃只是轻轻抬剑，圣剑划过的轨迹在空气中留下灼热的残影。嗜血虎引以为傲的坚硬身躯，在传说级御兽的力量面前如同薄纸。一团足有篮球大小的湛蓝光团从嗜血虎残躯中升起，缓缓没入琉璃眉心。当最后一缕圣焰消散在空气中，赤天使形态缓缓退去，原本悬浮在半空的身影轻轻落地，脚步却明显虚浮了几分。尽管赤天使形态能够大幅度提升它的属性，但相对来说消耗也是极其恐。确定没有危险后，琉璃微微侧头，目光投向不远处的阴影处。沈若雪等人不自觉地屏住呼吸，视线随着琉璃一同移动。能拥有这么强大御兽的御兽师，那会是什么样子？然而，当那道熟悉的身影从阴影中走出时，所有人都愣住了。是小野。沈若雪瞳孔猛地收缩，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8度。作为御兽3班的班长，他当然认识这位平日里低调的同学。就在不久前，他还听说这位同学被夺取了御兽，当时他还愤愤不平。可现在，沈若雪的目光在你和琉璃之间来回游移，大脑几乎停止运转。等你走近时，这才发现琉璃救下的竟然是几位熟人。班长真巧啊！沈若雪机械地回答，哈哈，真巧。一位平日里声名不显的学生，此刻身旁却站着一位能秒杀5阶魔兽的传说级御兽，违和感强烈的让他太阳穴突突直跳。你礼貌的点点头后，便示意琉璃离开。剩下的时间已经不足半个小时，必须抓紧这最后的时间，让琉璃的等级提升到觉醒5阶。琉璃乖巧的跟上，临走前还不忘对几人微微欠身。这个动作让小队成员集体倒吸一口凉气。我超班长，你看到没？那只御兽行礼的时候，我差点给跪了。小野他不是被抢了御兽吗？为什么我感觉他现在更强了呢？说真的，我感觉陈子明抢的那只史诗级别的御兽和这位没有丝毫的可比。此时城主府内，夏修恭敬地站在一旁，目光中带着几分局促。在他面前站着一位身着藏青色中山装的中年男子，他便是整个南部军区的负责人，真正的一把手魏渊。魏首长，您怎么亲自来了？魏渊转过身，目光在夏修身上停留了片刻。这个曾经在他麾下摸爬滚打的小兵，如今已经是一城之主，刚从冰城过来。他们今年出了个 A 级潜力的苗子，还算不错。虽然话这么说，但夏修敏锐地注意到魏渊说这话时眼底闪过一丝失望。作为南部军区的最高负责人，魏渊此次亲自巡视个城，显然是想要寻找真正的顶级人才，但他现在一无所获。魏首长，我们北海市今年的情况恐怕与冰城相差无几。在试炼开启前，除了陈家内的纨绔契约的一只史诗级魅魔外，其他人的御兽资质都一言难尽。魏渊轻叹一声，眉宇间难掩失望。罢了，御兽召唤终究要看天意，强求不得。他起身整了整衣襟，算了，我还是去其他城市看看吧，我送您。夏修正要相送，城主助理却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城主，我们北海市出现了一位 S 级潜力的学生。什么？夏修的声音骤然拔高，在静谧的城主府内炸响，就连刚才还神色淡然的魏渊也猛地转身投来了诧异的视线。看到魏渊明显提起了兴趣，夏修试探性的建议：魏首长，要不我们去看看？魏渊深邃的眼眸中闪过一丝惊芒，走，去看看。城主助理自然不敢怠慢，立马在前方引路。然而几人不知道的是，此时的监控室内早已经炸开了锅。这不可能，这分数开挂了吧？分数为什么在一瞬间涨了那么多？他这是端了魔兽的老窝吗？这积分真是一个新人御兽师能够达到的？该不会是仪器出故障了吧？许峰死死盯着监控屏幕，屏幕上那个醒目的数字像一记重锤砸在他心头。第一名小野25000分，而第2名的陈子明成绩还停留在可怜的3000分。更令人窒息的是，小野的分数仍在以惊人的速度攀升，过去10年的最高纪录才3500分。许峰喃喃自语，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他的目光缓缓移向潜力评价栏，顿时瞳孔骤缩，潜力评级 SSS 级。与此同时，试炼空间之中，琉璃横剑而立，将你护在身后。主人，他们学聪明了。你眯起眼睛望向山谷入口，数十头不同种类的魔兽竟破天荒地组成联军，堵住了所有退路。虽然大多数只是一些2阶、3阶的低阶魔兽，但数十头魔兽聚在一起，同样声势浩大。看来是被我们杀怕了。在过去的半小时内，你带着琉璃近乎疯狂的屠戮，到最后剩余的魔兽不得不联合起来，将你们2人引诱到了这个山谷。你抬手看了一眼计时器，时间还剩下最后的3分钟，正好现在省得我们去找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战斗，你们2人之间的默契飞速提升，现在无需你开口，琉璃便能够判断出你的想法。赤天使形态解放，随即魔兽的哀嚎此起彼伏。当最后一头5阶魔狼的头颅高高飞起时，琉璃周身突然迸发出耀眼的金芒。觉醒5
阶达成，一旁的你立马查看琉璃的各项属性。小天使传说级资质的恐怖之处，此刻终于出现端倪。你凝视着系统界面上的培养建议栏，你有一种预感，只要找齐光明结晶、圣灵髓液、天使圣血这3种材料，琉璃的资质将会迎来跨越式的提升。只不过北海市最大的预售商行连这3种材料的消息都没有。你苦笑着摇头，之前曾查阅过资料，在龙夏国最顶级的拍卖会上，一块残缺不全的光明结晶就拍出了1000万天价，而琉璃所需要的光明结晶可是要求完整的一整块。至于圣灵髓液和天使圣血，更是连龙夏国预售总会的典籍中都只有模糊记载。传说级资质的培养果然不是常人能企及的，即便手握金手指，明确知道进化途径，此刻也只能望洋兴叹。不管了，船到桥头自然直，总有一天自己肯定能够收集完材料，完成琉璃的第一次培养。这时琉璃周身躁动的能量也终于平复。主人，我们该离开了吧？你低头看了眼计时器数字恰好归零的瞬间，下一刻，一道庄严的机械声响彻整个试炼空间。本次新手试炼正式结束，请所有人做好脱离准备。10秒后，该空间内所有人将一人传送回北海市。10秒倒计时结束后，刺目的白光吞没了整个世界。等你睁眼，眼前是北海市熟悉的广场轮廓。还未等你完全适应传送后的眩晕，就发现周围已经围满了神色激动的工作人员。为首的许峰快步上前，这位平日里不苟言笑的试炼负责人此刻满脸笑容。小野同学，您在新手试炼中的表现实在令人惊叹，城主大人特意嘱咐想请你一步一叙。你愣了一下，很快便明白过来，肯定是因为自己在新手试炼空间的表现引起了城主的注意。这样的结果你先前就预料到，因此没有拒绝。当你的身影消失在广场尽头，其他参试者才陆续被传送回来。陈子明搂着魅魔出现在广场中央时，立刻被一群谄媚的学员围得水泄不通。陈少，这次试炼第一非你莫属了吧？史诗级别的预售可是一骑绝尘了，我猜陈少至少拿了3000分，这成绩放在往年都是断层第一了。3000分，那潜力评价岂不是要接近 S 级了？咱们这可是在见证历史。陈子明听着这些奉承，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了。原本他在北海市中一直是纨绔的代名词，可自从契约了这些史诗级预售后，他不仅摆脱了纨绔废物的骂名，并且走到哪都能收到赞扬声。想到这儿，他对怀中的魅魔更加满意。妹儿，今晚好好犒劳你，明天带你去异空间提升等级。魅魔闻言立刻羞红了脸，都听子明哥哥的。这副欲拒还迎的模样让陈子明浑身燥热，恨不得立刻把人带回家。但看着尚未公布的积分榜，他还是强压下心中的冲动，毕竟这可是他在万众瞩目下登顶的荣耀时刻，这怎么能错过？要知道，为了这次试炼，陈子明可谓煞费苦心。他不仅依靠魅魔的力量，更是暗中花费重金雇佣了一支5人小队。这支小队专门负责将魔兽重伤至濒死状态，再由他完成最后一击。此刻，陈子明感受着体内觉醒4阶的力量，得意地勾起嘴角。这种取巧的方式虽然为人不齿，但效果确实显著，不仅等级飙升，积分也水涨船高。随着一声惊呼，整个广场瞬间沸腾。快看，排行榜公布了！所有人的目光立马集中在了广场中心的大荧幕上。排行榜从最后1名开始缓缓显现，人群中不时爆发出欢呼或叹息。当榜单滚动到前10名时，整个广场的气氛愈发紧张。前10名的公布方式明显不同，每个名字都会单独停留，伴随着特殊的音效。第10名王浩，积分890分，潜力评价 B。第9名刘芳，积分902分，潜力评价 B。广场中央，陈子明志得意满地搂着魅魔，嘴角挂着胜券在握的笑容，周围谄媚的恭维声此起彼伏。陈少这次肯定稳坐第一了。废话，除了陈少，谁还有这个实力拿下第一？陈子明享受着众人的追捧，已经在脑海中勾勒待会儿接受城主嘉奖的场。可下一句话却打断了他的美梦。是不是我看错了？为什么陈少的名字在第2？陈子明猛地转头，死死盯着屏幕上刺眼的数据。第2名陈子明，积分4100分，潜力评价，这不可能！陈子明目眦欲裂，声音都变了调。第2，我怎么会是第2？4100分这样的成绩已经创造了北海市的历史，我怎么可能还是第2呢？陈子明眼睛死死地盯着广场中央的大屏幕，是谁？是谁抢了我的第一？而陈子明怀中的魅魔同样浑身僵硬，他一直关注着榜单，其目的是为了查看那位被他抛弃的原主人的排名。只不过一直从最后1名到第2名，他都始终没找到那个熟悉的名字。这样的情况让他的心沉入了谷底。下一刻，一个可怕的猜测让他如坠冰窟。难道小野是第一？魅魔立马摇头，想将这个荒谬的可能性甩出脑海。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个人契约的不过是一只残废的天使，自己怎么可能输给那样的残次品？只不过往往害怕什么，事情就会越往哪方面发展。在所有人的注视下，第1名缓缓揭示。第1名小野，积分44300分，潜力评价 SSS 级。当这个名次揭晓的瞬间，整个广场仿佛被投入了一颗炸弹。我的天，小野的积分是44300，个10百千万，真的是5位数 SSS 级潜力，这特么是人形外挂吧？此起彼伏的惊呼声中，陈子明如遭雷击般僵在原地，他死死盯着那2个数字，44300 vs 4001，整整10倍的差距，这怎么可能？陈子明双目赤红，手指死死掐住工作人员的肩膀，作弊，这绝对是作弊！他的声音嘶哑的像是砂纸摩擦。4万分，开什么玩笑？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拨开他的手，这份成绩经过城主亲自核验。陈少爷，您是在质疑城主的判断力吗？这句话如同一盆冰水当头浇下，陈子明踉跄着后退2步，耳边嗡嗡作响，四周投来的目光像无数把尖刀刺得他浑身发颤。他突然神经质地笑了起来，我明白了，那穷鬼一定是拿了我爹给的2000万去雇人刷坟。一想到那个曾经被他踩在脚下的穷小子，竟然用他陈家施舍的2000万反过来羞辱他，他胸腔里的怒火就几乎要将他整个人焚烧殆尽。小野，你以为用我家的钱就能赢过我？他猛地拽过魅魔的手腕，力道大的几乎要将那纤细的婆捏碎。魅魔失痛的闷哼一声，却不敢挣扎，只能踉踉跄跄地被他拖着走。陈子明双目赤红，像是发狂的野兽。现在立刻马上，我要雇佣
用最顶尖的猎魔盾，10只不够就20只。10天后的学院考核，我要让那个废物跪在我面前求饶。另一边，在许峰的引领下，你来到一间装潢考究的会议室，示意琉璃留在外面等候后，你便推门而入。一进门，你的目光立刻被面前一个藏青色身影所吸引。城主夏修恭敬地站在一旁，这个细节让你瞬间意识到，眼前这位气度不凡的中年人地位远在城主之上。夏修见你进入房间，立马起身介绍：“小野同学，这位是南方军区的总负责人魏渊。”魏渊，你瞳孔微缩，这个名字在龙夏国可谓如雷贯耳。君王极御兽师，南方战区的定海神针，是真正能在国家危难时力挽狂澜的存在。回过神来的你开始一一行礼：“城主好，首长好，小野同学，恭喜你在新手试炼中获得了 SSS 级的潜力评价。谢谢首长大人。不过首长大人叫我来，应该是有别的事情。小野同学，我确实是有事相求。”魏渊说着，目光淡淡的扫向夏修。夏修立即领会，恭敬的退出房间，心中却掀起惊涛骇浪。究竟是何等机密，竟连我这个一城之主都无权知晓？待房门关闭，魏渊抬手轻挥，一道淡蓝色光幕如水波般荡漾开来，将二人笼罩其中。这是领域的基础运用，待你晋升统领级自会掌握。这个东西主要是确保我们的谈话不被外界窥探。你注视着眼前波动的能量屏障，神色逐渐凝重。能让一位君王级御兽师如此谨慎对待，此事绝非寻常，有可能关乎龙夏国运。小野同学，你应该知道异空间是另一个正在与蓝星融合的世界，各国都在异空间中建立防线，为低阶御兽师提供安全的历练环境，但龙夏国的防线建设却落后于其他国家。你知道为什么吗？闻言，你皱眉思索，是因为防线构建不顺利吗？没错。魏渊的手指在虚空中勾勒出一幅光幕地图。3年前，我们在关键位置发现了一处巨型试炼之地。正常情况下，发现试炼之地是好事，但这个试炼之地恰好位于防线最关键的节点上，不打通这个试炼之地，防线就永远存在缺口，那些魔族生物随时可能从这个缺口入侵。你听到这不由抬头看向魏渊，可我好像帮不上什么忙吧？魏渊抬手打断，只见在虚空中轻点1到3维投影随即展开，投影中清晰地标注着试炼之地的各个区域，其中绝大部分都已显示为代表已通关的绿色，唯独最核心的区域仍闪烁着刺眼的红光。其他等级的试炼区域我军已全部攻克，唯独这最后一处要求觉醒5阶及以下3人组队挑战，难度是最顶端的深渊级。试炼之地是异空间中的特殊秘境，通关者能获得丰厚奖励，而根据难度，龙夏国官方将其分为5个等级：普通、困难、噩梦、地狱以及最顶端的深渊。说到这里，魏渊直视着你的眼，我需要你与另外2位 SSS 级天才一起完成这个终极挑战，帮助龙夏国完成防线的构建。听到这你就已经明白了，为什么一位军区总负责人会亲自寻找觉醒期的新手御兽师。就在你消化这些信息时，魏渊却误以为你有所顾虑。这次试炼确实风险巨大，所以只要参与，你们就有资格在南方军区宝库挑选一件物品。魏渊说着，抬手在空中展开一道光幕，无数珍稀材料的虚影在光幕中流转。你抬头不经意的一瞥，视线却瞬间被其中的一样材料吸引。光明结晶，这不正是琉璃隐藏进化必要的稀有材料吗？你死死盯着光幕上的光明结晶。魏首长，军区宝库里有一整块的光明结晶。魏渊指尖轻点，将那枚结晶的虚影放大。看来这件物品对你很重要。那么好，只要你答应参与试炼，无论成败，它都是你的。成交。你毫不犹豫的应下。这种为国效力的事情，自己原本就打算应下。现在的光明结晶纯粹是意外之喜。而魏渊见你答应下来，也狠狠地松了一口气。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出发。每耽搁1天，防线缺口就会多吞噬几位龙夏御兽师的性命。你还未反应过来，便绝腰间一紧，魏渊竟直接带着你和琉璃冲天而起。破空声中，一只遮天蔽月的巨鸟突然撕裂云层，你们3人稳稳落在它宽阔的背脊上。你下意识探查这只御兽的信息，清一色的问号让你心头剧震。但更令你惊讶的是，即便吞云雀的速度快的撕裂空气，你们却感受不到丝毫风压。这代表身下这只御兽至少都是统领级别，而且极有可能达到了君王级。不多时，视线中一道扭曲的蓝色光幕横亘天际，这就是连接2界的空间通道。穿过这里，再飞行几小时就能抵达试炼之地。吞云雀长鸣一声，振翅没入光幕。而在你们下方，20余支队伍如众星捧月般簇拥着陈子明和那只魅魔。为首的队长正谄媚道：“陈少放心，有我们这些精英队伍协助，定能让您突破觉醒7阶。”但陈子明充耳不闻，他死死盯着空间通道，眼中翻涌着阴鸷的寒光。小野，和陈家比资源，我会让你明白什么叫绝望。有着20个队伍帮助我提升等级，你拿什么和我比？3个小时后，吞云雀降落在群山环绕的军事基地。从巨鸟背上跃下时，你注意到营地广场上除了军人之外，还有着2位年轻人。这2人应该就是和自己一起参加试炼的同伴。白冰、赵天都来自京都 SSS 级潜力。小野、北海市同样是 SSS 级潜力。这次试炼将由你们3人一同攻略。听到魏渊的介绍，白冰向你微微颔首，你也礼貌性的打了个招呼，随后查看起这位女子御兽的信息。至于右侧的赵天环抱双臂，身旁矗立着一尊古铜色树人，他斜睨了你一眼，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屑。北海市没听说过，这种小城池里面也有天才，多半是靠着刷分才能得到 SSS 级的评价吧。只不过碍于魏渊在场，他也没有将心中的想法说出来，只是故作高冷的站在一旁。你看着赵天的态度不以为意，自己参加这次试炼又不是为了来交友，自己的目的可是为了那枚光明结晶。至于试炼的同伴，如果合得来最好，合不来也无伤大雅，毕竟这次试炼之后就不会再见。话虽如此，但你还是查看了对方的御兽信息。你仔细对比着3只御兽的数据，心中渐渐有了判断。同样是传说1星资质，差距竟然这么明显。琉璃的各项属性虽然不算顶尖，但胜在均衡发展，没有任何短板。明白了白冰和赵天2人御兽的实力后，你的目光最终定格
格在琉璃身上。综合来看，还是自家的小天使更令自己满意。这时一旁的魏渊再次开口：“你们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带你们去试炼之地。”很快，魏渊带领你们来到一座古老的大殿前。大殿虽然残破，但从一些细枝末节仍然能够看出曾经的雄伟。这里曾是精灵族的圣地，但不知为何整个精灵族都消失了，只留下这座试炼之地。通关这个试炼，你们应该能够获得不错的奖励。但若是遇到危险，你们就选择及时退出，毕竟你们的安全最为重要。赵天拍着胸脯保证：“魏首长放心，有我在，这次试炼十拿九稳。”魏渊深深看了他一眼，希望如此。话不多说，魏渊指向大殿中央的石台：“你们站在上面即可开启试炼。”最后随着他洪亮的声音，所有军人齐刷刷立正敬礼：“祝你们凯旋！”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你们三人同时走到石台之上，刹那间，刺目的白光冲天而起，将你们三人的身影完全吞没。此时试炼之地内，漆黑的土壤如同被墨至尽头，废墟遍地一片荒凉。这时赵天突然停下脚步：“喂，那个乡下来的，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混到了塞人家，待会遇到危险就老老实实躲在我和冰姐后面，有我们在，遇到危险至少能保住你那条小命。”你饶有兴趣的挑了挑眉，这个京都来的大少爷虽然狂妄，但人却并不坏，只不过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所以有些自信过头。不过刚好试炼之中的怪物击杀之后不能提升御兽的等级，有人乐得出手，自己高兴还来不及呢。没问题，你走前面，我不抢你风头。赵天满意的哼了一声，大步流星的走到队伍最前方，算你识相。而一旁的白冰仿佛完全不将这些事情放在眼中，一心和他肩上的冰皇交流感情。很快，你们三人便遇到了3只怪物。看到这3只试炼傀儡的信息，你这才明白深渊试炼的难度。全属性100的试炼傀儡，属性都达到了优秀6阶魔兽的水平。更可怕的是，这仅仅是试炼的第一波怪物，接下来遇到的怪物实力还会逐步上升。然而赵天似乎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冰姐，你别出手，这几个铁疙瘩交给我就行。树人根须绞杀。随着赵天一声令下，战争树人粗壮的根系破土而出，如同巨蟒般缠绕上3只傀儡，木质纤维与金属外壳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最终在3道爆裂声中，傀儡化作满地碎片。赵天得意的转过头，看着几人一脸的求夸赞：“我的树人怎么样？”你与琉璃2人默契的竖起大拇指：“好厉害，好厉害！”赵天被夸得飘飘然，连声音都高了8度。虽然你们实力差了点，但好好观摩我的战斗，肯定能学到不少东西。接下来赵天一直承担着开路人的作用，只不过随着几人越来越深入，面对的试炼傀儡也越来越强大。当5只觉醒7阶的试炼傀儡拦在面前时，赵天终于笑不出来了。5只平均属性120点的试炼傀儡，战争树人应付起来显然无比吃力。你好心的凑近询问：“赵少爷，需要搭把手吗？”赵天咬着后槽牙硬撑不用，但任谁都看得出他的勉强。可一旁的白冰却轻拍肩上的冰皇，声音轻了：“我控制你输出。”而赵天听到白冰要出手，瞬间松了一口气。这5只试炼傀儡他可以解决，但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可现在才是试炼的第1道关，接下来有着白冰加入战局，局势瞬间逆转。双旋冰皇振翅间，试炼傀儡的关节顷刻被寒霜覆盖。战争树人抓住这个机会，举起粗壮的翅膀，一一将冻结的傀儡逐个击碎。接下来的路程你乐得清闲。白冰和赵天2人联手，试炼傀儡在2人手中几乎撑不过1个回合。没过多久，白冰和赵天便势如破竹的打通了第1关。3人一同来到第1关的尽头，眼前出现了3条幽深的通道，这里就是深渊级试炼的第2关。根据魏渊提供的情报，这3条通道必须由3人各自选择1条，并且独立完成整条通道的试炼才能进入第3关。至于第3关的内容，就连魏渊也不得而知。上次的试炼者最高也才到达了第2关。此刻赵天突然转身，目光在你身上停留许久，语气中带着明显的怀疑：“你真的能行吗？”白冰的实力他自然毫不担心，作为京都城新手试炼的榜首，他的实力甚至还在自己之上。但眼前这个来自乡下的天才要是拖了后腿的话，那他们这次的试炼同样也是失败。而一向淡漠的白冰也微微侧目，等待着你的回答。毕竟一路上你没有出过手，他同样无法判断这位同伴的实力。面对赵天的质疑，你没有辩解，只是嘴角微扬，径直走向最中间的那条通道。男人可不能说不行。踏入通道的瞬间，你便察觉到自己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虚无的黑暗。而在你面前，一道机械般的身影缓缓凝聚成型。强化型，你的眉头微蹙。比起普通的均衡型傀儡，眼前这家伙显然强了不止1个档次，不仅多了一个属性提升的增益技能，更棘手的是那个均衡立场。要是后续同时出现几只强化型试炼傀儡，那就难办了。但目前来说问题不大。琉璃，解决它。话音未落，琉璃手中瞬间凝聚出一柄燃烧着赤焰的长剑。只见他双翼轻震，身形瞬间闪现至傀儡面前，金色剑光如星月般划过，强化型傀儡应声而断，化作2节残骸轰然倒地。虽然这只觉醒5阶的傀儡实力不错，但在各项属性均突破150点的琉璃面前依旧不堪一击。随着傀儡的溃散，前方阻挡的蓝色光幕也随之消散。你带着琉璃继续前进。第2个空间内等待你们的依然是强化型试炼傀儡，只是等级已然提升至觉醒6阶。看着各项属性飙升至120点的敌人，你不禁眉头紧锁。怪不得以前试炼者无法通过这一关卡，每通过1个空间，傀儡的实力就会呈几何式增长。琉璃的剑光再次闪耀，试炼傀儡应声倒下。下一个空间内，2只觉醒6阶傀儡同时现身，均衡立场开始显现威力，将琉璃的各项属性压制了约10点。所幸即便被削弱，琉璃依然占据绝对优势，很快便将这2只觉醒6阶的试炼傀儡解决。接下来试炼的难度持续攀升，3只、4只、5
知，当你和琉璃抵达最终空间时，3只散发着恐怖气息的试炼傀儡正严阵以待，看着和琉璃对峙的3尊强化型试炼傀儡，3个均衡立场的叠加之下，琉璃的各项属性被压制近30点。这意味着，即便以琉璃的实力，若不开启炽天使形态，想要解决这些傀儡也相当棘手。但此刻你担心的并非眼前的战斗，而是另外2人真的能通过这一关试炼吗？白冰的冰皇精神属性高达170点，配合其优秀的技能通关应该不成问题。但赵天那只战争树人面对3只觉醒7阶的强化型傀儡，恐怕有点悬。思绪电转间，你已做出决断。琉璃开启炽天使形态，速战速决。明白。小丫头清脆应声的瞬间，赤红烈焰自她周身轰然爆发，神圣炽烈的能量波动席卷整个空间，属性值翻倍，300点的绝对碾压。3道金色剑芒如流星划破长空，3只强化型傀儡甚至来不及反应，便被整齐的一分为2。残躯在炽天使之焰的灼烧下，顷刻间化为灰烬，随风飘散。通道尽头的光幕也终于缓缓消散。与此同时，试炼之地核心监控室内，巨大的石台悬浮在中央，实时显示着试炼者的通关情况。首长，好像有人通关第2关了。此时魏渊目光死死锁定石台，只见上面清晰地显示着1人已通关5个大字。从上次的试炼者口中，他也知道最后的空间之中可是3只觉醒7阶的试炼傀儡，觉醒5阶 vs 觉醒7阶，就算3人的御兽是传说等级，应付起来也十分的困难。回过神来的副官此刻小心翼翼地分析道：“首长，我觉得应该是白冰吧，毕竟白家的血脉特殊，一生只能契约1只御兽。”副官的想法与魏渊心中的猜测不谋而合。白家作为龙夏国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其血脉传承极为特殊，族人终生只能契约1只御兽，但血脉之力却能逐步提升御兽的资质。正因如此，白家人的御兽最差也是史诗级起。白家这丫头是近100年来天赋最高的一个，她能这么快通关，倒也在情理之中。只不过如果小野和赵天无法通关，就算白冰再强也无济于事。毕竟这次试炼3位一体，只要有1个人没有通关，那这次试炼也只能宣告失败。然而就在这时，副官突然再次惊呼：“首长，又1个人通关了！”魏渊的视线再次转向石台，只见原本石台上的1人已通关，赫然已经变成了2人已通关。与此同时，试炼之地中央中的圆形大厅，白冰踏出通道的瞬间，清冷的目光快速扫过四周。正当他准备找个角落调息等待其他2人时，一道清朗的嗓音突然响起：“嗨，你来了！”白冰脚步猛然顿住，素来平静的眸中闪过一丝错愕。向来冷静的白冰罕见的失语了。方才的试炼中，他几乎毫无保留，冰皇更是全力施为。即便如此，他竟还是慢了这人一步。沉默片刻后，白冰终是迈步上前，清冷的嗓音里带着几分迟疑：“你到了多久？”你抬眸迎上这位冰山美人微蹙的眉头，大概10来分钟的样子吧。白冰瞳孔微缩，10分钟的差距，这意味着对方的御兽实力远在冰皇之上。或许是感受到自己主人心中的想法，白冰肩上的冰皇不服气地扇了扇翅膀。白冰伸手安抚冰皇后，朝着你点了点头，便转身走向大厅另一侧。只是那清冷的目光仍不时在你与琉璃之间游移。时间在沉默中1分1秒流逝，第3条通道始终没有动静。你的神情逐渐凝重，估计赵天出意外了，否则不可能这么久还没有通关。白冰同样蹙起秀眉，今年好不容易才集齐了3位 SSS 级别的天才，若是今年都无法通关这次试炼的话，也就在这时你突然起身：“琉璃，我们走。”白冰愕然转头：“你要去哪？去哪？当然是救场。”简单的2个字却让白冰瞳孔骤缩，他眼睁睁看着你大步走向赵天所在的通道入口，瞬间明白了你的意图。你疯了！第2关考核的是个人能力，一旦有人介入，难度将直接翻3倍。最后一关若出现10只觉醒7阶的强化型傀儡，再加上叠加的均衡力，就算你的实力比他强，也绝无通关的可能。但你的脚步没有丝毫迟疑。虽然魏渊承诺过，无论这次试炼是否通关，都会将光明结晶交给他，可是自己可不想欠他人的人情，能做到的事情，那就必须做到最好。走吧，琉璃，炽天使完全解放。小天使眼中燃起炽热的战意，主人的意志便是御兽最高的使命。在白冰震撼的目光中，琉璃化作一尊沐浴盛宴的战争天使，赤红的光辉照亮了整个大厅。琉璃进去后必须第一时间解决半数傀儡，否则10个均衡立场叠加，就算是你也会被压制。明白？琉璃的应答声中带着前所未有的认真。2人的身影瞬间没入幽暗的通道，白冰怔怔地站在原地，眸子里倒映着渐渐消散的盛宴余晖。冰皇，你说我们真的配被称为天才吗？与此同时，幽暗的通道内，战争树人求结的枝干将赵天牢牢护在核心。试炼傀儡一记重拳狠狠砸在树干上，瞬间将树人的屏障打破。木屑纷飞间，觉醒7阶的试炼傀儡眼中闪烁着猩红的光芒。若非战争树人的铁木屏障技能，恐怕此刻的赵天早已被淘汰出局。蜷缩在树茧中的赵天咬紧牙关，该死，这只试炼傀儡为什么这么强？这样的关卡真的是人能够通关的吗？赵天的脸色无比难看。树人根须绞杀，战争树人求结的根须破土而出，如同巨蟒般狠狠抽打在傀儡胸口，却只在金属躯壳上留下几道浅痕。试炼傀儡仅仅只是踉跄后退几步，猩红的眼眸闪烁2下便再次扑来。刚才的攻击对试炼傀儡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合金制成的试炼傀儡刚好是战争树人这种物理型御兽的克星。更何况击败了这只试炼型傀儡之后，还有着3只觉醒7阶的试炼傀儡。想到这，赵天的心中涌起一阵绝望，真的要放弃吗？只不过这个念头刚浮现，通道深处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爆鸣声，赤白的光芒如潮水般涌来，瞬间将试炼傀儡吞没。当烟尘散尽，赵天瞪大的双眼中倒映出一个绝不可能出现的身影。怎么会是你？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从镜头来救他的竟然是他最开始瞧不起的小野。你挑眉看着满身木屑的赵大少，哟呵，赵少爷这是被傀儡打傻了吗？连救命恩人都不认识了？你！赵天长红了脸，伸出的手指在空中划了半天气急败坏的弧线，最终却连句完整的话都挤不出来。你收起玩笑的神色，行了，该走了，赵少爷。当你带着浑浑噩噩的赵天回到大厅时，这位素来骄傲的世家子弟仍处在震撼中，他的目光机械的在你和白冰之间来回切换，最终不得不接受一个
荒谬的事实，这个来自乡下的家伙不仅碾压了他，甚至可能比京都第一天才还要强上不少。而此刻的白冰，他清冷的视线紧紧地锁定在你的身上，仿佛在看一个违背常理的怪物。他真的一个人通关了3倍难度的试炼，真的击杀了10只觉醒7阶的强化型试炼傀儡。接下来你们3人并未贸然开启最终试炼，第2关的难度便已经如此之高，第3关的难度在这基础上更上一筹。为确保万无一失，开启第3关试炼之前，你们必须让各自的御兽恢复到最佳状态。当3人的御兽都调整至巅峰时，白冰缓步走向你。第3关由你主攻。此时白冰的提议让你微微一怔，以赵天的傲气会接受这样的安排？你转头望去，却见这位向来眼高于顶的世家少爷，此刻对这句话没有丝毫反驳。若是实力差距不大，赵天或许还会有争强好胜的想法，但见证了你速刷10只觉醒7阶强化型试炼傀儡之后，他便彻底放下了自己的骄傲。我也同意冰姐的想法，我的树人耐打，肯定能帮着拖延一些时间的。见2人都这么说，你也只能点了点头同意下来。毕竟从冰皇和树人的技能来说，2只御兽的进攻能力确实弱于琉璃。确定下来战术之后，你们3人便走到圆形大厅的中央，这里有着开启第3关试炼的石台。当你们的手掌同时触碰石台冰凉的表面时，整个大厅突然亮起幽蓝色的光芒，一道机械化的声音在虚空中回荡：最终试炼确认程序启动，最终试炼启动。规则1：试炼一旦开启，无法中途退出。规则2：唯有通关方可离开试炼空间。规则3：失败者将永远留在此地，请确认是否参加。你注意到光幕右下角还有一行几乎透明的小字：自试炼之地建立以来，最终试炼通关率0.00%。看着这条提示，你表情有些凝重。要知道前2关若是感觉自己撑不下去，退到安全区域便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而最终试炼似乎不同，通关才会结束。这意味着一旦我们通关失败，那3人的性命都将留在这里。你的目光首先落在赵天身上，令你意外的是，这位世家少爷此刻满脸认真。我参加。临行前，老爷子撂下话，要么带着通关的荣耀回去，要么就永远别踏进赵家大门。更重要的是，我要让那个老顽固知道，他儿子不是贪生怕死的废物。你闻言微微一怔，随即了然。赵家和白家相同，都是传承数百年的世家。赵天身为赵家的继承人，可以高傲，可以狂妄，但绝对不能贪生怕死。视线转向白冰时，这位清冷的少女只是抬了抬眼皮。参加。清楚赵天和白冰2人的选择，你的嘴角不自觉扬起一抹笑意，指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是。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空间突然扭曲，一个模糊的巨影正在凝聚。看到最终试炼的对象，你嘴角情不自禁抽搐了一下。力量和体质属性超过300点，就连稍弱的精神和速度属性也达到了250点。这样的东西真的是觉醒5阶的新手御兽师能够通关的吗？而赵天和白冰自然也感受到了这只巨型傀儡散发的威势。赵天不自觉地后退了半步。野哥，咱们真的能干掉这玩意吗？白冰见到这只试炼傀儡，同样是眉头紧皱。他肩上的玄霜冰皇见到这只试炼傀儡，也不安地啼叫起来，显然也是感受到了这只傀儡的可怕。此刻你看着凝聚完成的试炼傀儡，脑袋里迅速计算着斩杀这只试炼傀儡的方法。琉璃如果开启炽天使模式，它的属性将提升至300点左右。虽然体质和力量距离这只傀儡还有所差距，但是配合上断罪技能的加成，应该足够展开这只傀儡高达340点的体质。只不过这只试炼傀儡可不会站在原地让琉璃砍，这就需要白冰和赵天2人的御兽为琉璃争取3秒的时间。炽天使形态整个技能便已经如此强大，那比炽天使形态更为强大的中烟咏态必定能够解决眼前的终极试炼傀儡。只不过不到万不得已，是真的不想使用这个技能，毕竟使用之后小丫头便会陷入沉眠期，谁也不知道这个时间会是多久。想到这，你将脑海中杂念去除。没问题，一定可以。白冰、赵天，我需要你们为琉璃争取至少3秒的时间。听到你的声音，白冰和赵天身体一震。野哥放心吧，不能够击杀这只傀儡，但拖时间战争树人还是能够做到。一旁的白冰同样点了点头。玄霜冰皇虽然不擅长攻击，但却极其擅长控制，他和战争树人合力将这只试炼傀儡控制3秒，应该能够做到。看着2人的御兽，你却并不乐观。试炼傀儡的属性几乎是2人御兽的2倍，在如此巨大的差距下，想要拖延3秒的时间十分困难。更何况这只试炼傀儡还拥有技能，但目前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赌一把了。赵天让战争树人用根须绞杀束缚试炼傀儡。赵天怎么也算得上是京都数1数2的天才。你的命令刚落下，赵天便第一时间指挥着战争树人发动攻击。战争树人释放铁幕屏障提升根须强度，然后使用根须绞杀进行缠绕。目标傀儡4只。战争树人那黝黑粗壮的根须已如巨蟒般破土而出，在试炼傀儡刚刚凝聚成型的刹那，便将其4只死死缠绕。几乎在同一时刻，琉璃周身燃起赤红烈焰，炽天使形态全开，它化作一道火线直射傀儡。你转头看向白冰，白冰让冰皇释放寒霜风暴，冻结他的关节。玄霜冰皇发出一声清越的啼鸣，从白冰肩头振翅而起，随着羽翼舒展，他的身形急剧膨胀，转眼间便恢复了那超过2米的真身。凛冽的寒流如潮水般涌向傀儡，在那些被根系缠绕的关节处凝结出厚厚的冰晶。而你的目光始终锁定在琉璃身上，这是目前你想出来唯一战胜这只试炼傀儡的方法。若是让这只试炼傀儡释放出来了稳态屏障，防御力再度增强，那你们3人想要击杀这只试炼傀儡的机会就十分渺茫了。因此只能趁这只试炼傀儡没有反应过来，在第一时间将它解决。断罪。飞跃中的琉璃气势节节攀升，炽天使之翼在身后拖曳出绚丽的火焰。当他逼近傀儡时，周身燃烧的烈焰已如旭日般耀眼。看到这一幕，赵天和白冰眼中闪过喜色，他们能清晰地感受到，此刻琉璃散发出的威压竟与试炼傀儡不相上下。只要他们的控制不出意外，他们肯定能够通关这次试炼。然而你此时的脸色有些沉重，目
目光死死锁定在试炼傀儡身上。太简单了，这一切进行的太过顺利。按照你的预想，赵天和白冰能够成功控制住试炼傀儡的概率不足30%，可现实却是他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其束缚住，很不对劲。就在试炼傀儡眼中红芒暴涨的刹那，你的心脏猛地一锁，琉璃立刻撤退。听到你的大喊，琉璃虽然不解，但对主人的命令毫无迟疑。他毫不犹豫地收拢炽天使之翼，身形暴退。几乎在同一瞬间，战争树人的根须寸寸崩裂，玄霜冰皇的寒冰瞬间消融。试炼傀儡双拳合握，如陨星坠地般狠狠砸向地面，狂暴的冲击波席卷而来。琉璃堪堪避开这一击，炽天使之翼的边缘仍被余波擦过。琉璃心中骇然，若是再慢半秒，以试炼傀儡340点的恐怖力量，加上技能的增幅，就算自己是炽天使形态，这一击足以让自己重伤濒死。见到琉璃成功躲开这次攻击，你也松了口气，但看着现场的局势，你的心立马就再次提了起来。你猜的没错，这只试炼傀儡并非死物，而是拥有战斗智慧。这只试炼傀儡一开始的目标就是琉璃，因此他才会做出被战争树人和玄霜冰皇控制的模样。这样的目的只是为了引诱琉璃靠近，然后发动偷袭，解决掉场上对他威胁最大的敌人。试炼傀儡一击未中，猩红的机械眼瞳骤然转向战争树人。赵天，快让战争树人撤退！然而太迟了，试炼傀儡的速度快如闪电，几乎在你开口的瞬间，他已化作一道残影直逼战争树人。崩界重锤，战争树人仓促肩架起铁木屏障，可巨大的属性差距让他根本无法抵挡。沉闷的撞击声中，战争树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而出。赵天脸色惨白，一口鲜血喷出，随即昏死过去。御兽师与御兽精神力相连，战争树人遭受重创，他自然无法幸免。试炼傀儡的视线再度移动，这一次他锁定了玄霜冰皇。见状，你厉声喝道：“琉璃，救下冰皇！若玄霜冰皇再遭重创，这场试炼基本上可以宣告失败了。”好在此时琉璃的速度属性比这只试炼傀儡高了将近50点，他化作一道赤红流光，在试炼傀儡的巨拳砸落前，猛地将玄霜冰皇拽离危险区域。炽天使之翼掀起灼热气浪，将两人一兽护在身后，警惕地盯着远处的试炼傀儡。白冰面色凝重，转头看向你，小野，现在怎么办？你的大脑飞速运转，目光在试炼傀儡和琉璃之间来回扫视。觉醒9阶的实力，碾压级的属性，除非动用琉璃的终结技，否则几乎不可能正面击败他。但那样一来，自己唯一的御兽就会陷入沉睡，琉璃的成长速度必定会大大推迟。就在你权衡利弊时，白冰忽然沉声开口：“如果我能控制住他，你有把握一击必杀吗？”你猛地转头，眼中闪过一丝讶异，视线注意到冰皇的技能，瞬间明白了白冰的意图。玄霜冰皇的终结技虽然同样会让御兽陷入虚弱，但代价远比琉璃小得多。你的目光重新落回琉璃身上，你只要能够控制住琉璃，肯定能够解决这只试炼傀儡。白冰闻言，眼中战意骤燃。玄霜冰皇释放双环禁锢，随着白冰的指令落下，玄霜冰皇周身突然绽放出刺目的冰蓝色光芒。你瞳孔微缩，眼前浮现出全新的数据面板。当冰皇释放终结技之前，他的精神属性数值如同火箭般飙升了整整200点，其余各项属性也骤然拔高100点。看来御兽这个终结技也是依靠提升御兽的各项属性，从而达到提升技能效果的目的。只不过要达到这种特殊状态，就有着一定的后遗症。你的心中突然涌现了一个大胆的猜想：如果让处于炽天使状态的琉璃施展终结技，是否能在双倍属性的基础上实现2次增幅？不过提升的越多，也代表着御兽的后遗症越高。不过现在也不是想这些东西的时候。琉璃准备。听到你的指令，琉璃那双眼眸死死锁定试炼傀儡，周身火焰轰然暴涨。与此同时，冰皇的气势也攀升至巅峰状态，一冰一火两股截然相反的能量在试炼空间内肆虐，整个战场冰霜与烈焰交织。试炼傀儡显然也察觉到了危险，他眼眸中红光一闪，释放出稳态屏障，一道泛着金属光泽的黑色护盾瞬间成型。然而玄霜冰皇的终结技并非简单的从外部开始冻结，恰恰与之相反，咔嚓一声，伴随着清脆的冰晶碎裂声，护盾内部试炼傀儡的全身突然凝结出晶莹的冰晶，并且这些冰晶还以极快的速度在他的身体表面蔓延。身体遭受攻击，试炼傀儡释放的稳态屏障顿时分崩离析。小野快，冰皇的爆发状态只能维持5秒，这样的机会你自然不会放过。琉璃，就是现在，明白？一道赤红流光划破空间，琉璃手持燃烧的长剑如陨星般突进，剑锋直指试炼傀儡的机械头颅。试炼傀儡的电子眼中首次浮现出人性化的惊慌，但冰晶已经将他彻底禁锢，连一根手指都无法动弹，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道死亡红光逼近。断罪，剑刃与合金头颅相撞，爆发出刺耳的金属嘶鸣。琉璃虎口发麻，剑身传来的反震力让他心头一震，他感觉自己仿佛在切割钻石，每一寸推进都无比困难。好在虽然慢，但赤焰长剑仍在渐渐没入傀儡头颅，炽热剑锋与融化金属迸发出耀眼的火花。然而就在几人都会以为这次试炼就会如此结束之时，濒死的试炼傀儡双眼突然迸发刺目血光，漆黑如墨的能量雾气从关节缝隙喷涌而出，瞬间腐蚀了体表的冰晶。你和白冰见到这一幕瞳孔巨震，这是什么？而在你的视线之中，视野中的属性面板正在疯狂扭曲重组。你倒吸一口冷气，此刻所有谜团豁然开朗。为何深渊级试炼的难度会如此变态？明明进入标准是觉醒5阶，最终却要面对接近超凡级的敌人。原来整个试炼空间早已被魔气渗透，在魔气的影响之下，试炼之地内的试炼傀儡属性都在缓缓提升。若非这些东西是死物，那他们的提升就将会更加恐怖。知道了这些之后，你们两人的心顿时跌入了谷底。平常状态的终极试炼傀儡，俩人都战斗得如此困难，而现在因为魔化，这只试炼傀儡的各项属性再次提升100点，这下该怎么办？
此时试炼傀儡因为魔化，各项属性再次提升100点。突然，他的视线缓缓转动，直接锁定在你和白冰的身上。魔化后，他的灵智显然进一步提升，你和白冰同时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紧接着，试炼傀儡以惊人的速度扑了过来，尖锐的破空声响彻战场。琉璃释放神用，你的怒吼在试炼空间内炸响，刹那间，一道璀璨的金色光幕如天降神盾般将白冰完全笼罩。轰隆一声，试炼傀儡与金色光幕猛烈相撞，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却终究无法突破这看似单薄的屏障。见白冰安然无恙后，你转头视线锁定在试炼傀儡身上。现在面对这只高达400属性的怪物，除了释放琉璃的终极技外，别无选择。而此刻的琉璃似乎感受到了你内心深处的想法，他猛地抬起金色的眸子，无比坚定：主人，我可以，我一定可以。琉璃金色的瞳孔骤然收缩，死死盯着试炼傀儡脖颈处那道裂痕。他绝不允许主人为他露出那样为难的表情，绝不能再做那个软弱无力的自己。试炼傀儡猩红的电子眼突然转向琉璃，机械手臂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既然无法击杀御兽师，那就先毁掉这个最具威胁的天使。琉璃快退！你的呼喊撕心裂肺，但这一次少女纹丝未动，赤红的长发在能量风暴中狂舞，她将全部力量灌注于剑刃。这一次，我一定要！轰的一声，试焰冲天而起，6片光翼骤然舒展到极限。看清琉璃的属性之后，你的瞳孔猛地一锁，和玄霜冰皇相同，都处在特殊状态之中。可琉璃明明没有释放终极技能，劫后余生的白冰踉跄着站稳身形。当他的目光落在琉璃身上时，瞳孔骤然收缩成针尖大小。这是临界状态。你猛地转头，满是疑惑。什么临界状态？白冰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语气。这种状态本应是超凡级才能触及的领域，处于觉醒期的御兽可以通过特殊技能强行进入，只不过释放之后会有很强的副作用，只有达到超凡等级，这种副作用才会消失。听到这些解释后，你眉头皱起，你非常确定琉璃现在没有使用过终极技能中烟咏叹，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能够让御兽进入这种状态？白冰思索了一下，缓缓出声：还有一种可能，我家族的古籍中记载，当御兽的天赋与信念达到极致共鸣时，也有一定的几率进入这种状态。这种状态无比稀有，并且几乎零副作用，只是对御兽的增幅稍小一些。了解到没有副作用后，你悬着的心终于落下，目光重新聚焦在战场中央。此刻试炼傀儡的机械手臂在距离琉璃1寸之处戛然而止，被一道赤红如血的能量护盾牢牢抵住。他眼中猩红的光芒剧烈闪烁，体内的魔气都止不住的颤抖。此刻，在试炼傀儡的感知中，眼前这只御兽的气势已经和自己平齐，甚至超过。危险，极度危险！琉璃的金色瞳孔中倒映着傀儡惊恐的电子眼。此刻他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在燃烧：必须赢，给我死！伴随着这声贯穿天地的怒吼，停滞的长剑突然爆发出刺目的翅膀，剑锋划破空气的瞬间，时间仿佛凝固，赤红剑芒如流星坠地。试炼傀儡的合金躯体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如同薄纸般被轻易撕裂。轰隆一声，试炼傀儡庞大的机械身躯重重砸向地面，激起漫天烟尘。就在他核心熄灭的刹那，一道纯净的蓝色能量光团从残骸中升腾而起，在空中一分为二，击杀魔族生物才能够使得御兽的等级获得提升。而这只试炼傀儡魔化之后，也属于魔族生物的一种。而接受了这枚蓝色光球之后，琉璃的身上亮起刺目金光，而你也感受到了自己精神力再次变强，等级也一同提升。你看着面板上暴涨的数据，指尖微微发颤，真变态！普通觉醒8阶御兽的属性峰值也不过150左右，而琉璃各项属性接近180点，更别提琉璃还拥有着更加变态的炽天使形态。你瞥了一眼嵌在墙壁中的战争树人，同样是传说资质，这差距，你突然理解了课本上同阶不同命的意思。虽然战争树人和琉璃的资质同为传说一项，可实力差距天差地别。摇了摇头后，你的视线转向琉璃，然而琉璃像被施了定身咒般呆立原地。琉璃，他的心脏猛地漏跳一拍，脑海中闪过最坏的猜想，出事了！顾不得多想，他一个箭步冲上前，可直到他走近，才发现，嘿嘿，我做到了，嘿嘿。小天使正对着空气傻笑，脸颊泛着不正常的红晕。主人肯定会开心的。顾星，就在顾星哭笑不得地看着傻笑的琉璃时，前方的石壁突然发出轰隆隆的声响，缓缓向两侧分开。一道空灵悠远的声音在试炼空间中回荡：恭喜诸位通过远古试炼，精灵族的祝福与你们同在。璀璨的绿色光芒在空中交织，凝聚成3块晶莹剔透的贫瘠水晶。最终评价：顾星 SSS 级，历史最高；迎宾 S 级，优秀；晴天 A 级，良好。紧接着，3道不同颜色的光柱从天而降。顾星被耀眼的金色光柱笼罩，脑海中响起一连串提示音：获得御兽资质提升药剂，传说级；获得御兽空间凝聚核心；获得精灵祖地钥匙成一，可开启秘境通道。迎宾的银色光柱中漂浮着一瓶药剂和一把钥匙，获得御兽资质提升药剂，史诗级；获得精灵祖地钥匙成一。晴天面前则是一道翠绿色的治愈之光，获得生命之泉精华，可完全修复御兽伤势。看着身前悬浮的3样物品，顾星将注意集中在那瓶金色的药剂之上。御兽资质提升药剂，传说级，效果是传说资质御兽提升2星资质。看到这瓶药剂的效果，顾星呼吸微蹙，2星资质的跃升足够让琉璃的各项属性再向上提升一大截。目前琉璃的平均属性为180点，若是服用了这瓶药剂，或许能够让属性突破200大关。这样的奖励的确能够配上这次试炼的难度。而御兽空间凝聚核心是颗晶莹剔透的菱形晶体，内部有星河般的光点在流动。御兽空间凝聚核心，传说级，效果可帮助御兽师提前构筑完整御兽空间。看清他的介绍之后，顾星心中一惊，提前构筑完整御兽空间。要知道，只有达到超凡境界才会凝聚随身御兽空间，而通过这枚核心，竟然能够使御兽师在觉醒期就能做到这种事情。逆天！至于剩下的最后一样物品，顾星有些疑惑，因为他无法查看这枚钥匙的信息。他微微伸手触碰，嗡，钥匙化作流光没入眉心，海量信息瞬间涌现。精灵祖地埋骨秘境准入条件及其3把钥匙，剩余时间49天23小时59分。注意，逾期将永久封闭。精灵祖地将这枚钥匙的所有信息解读完毕之后，
顾星才大概明白了这枚钥匙的作用。这次试炼就相当于一次考核，只有通过这次考核的天才才能够进入精灵一族的埋骨之地，获取他们留下的遗产。只不过进入秘境需要3把钥匙，目前他的手里有着一把，迎宾的手里有着另外一把，至于最后的一把，似乎下落不明。不过只要最后一人想要进入这个秘境，那在这50天之内就必须到秘境的入口处汇合。想到这，顾星抬头望向迎宾，恰好对上了他的目光。他肯定也知道了这个消息，不过剩余的时间还有50天。关于进入秘境的事情还不急。顾星伸手取过预售资质提升药剂，正打算将其交给琉璃，却发现小丫头的视线紧紧地跟着这瓶药剂移动。他故意将药剂瓶在指尖转了个圈，琉璃的金色瞳孔立刻跟着划出一道弧线。而顾星的视线一过去，小丫头立马装作不在意地移开目光。只不过眼睛偷瞄的小天使，殊不知他的小动作完全暴露了他心中的想法。见到自家小天使这副模样，顾星决定逗逗他。琉璃啊，你说这瓶药剂留给第2支契约的预售怎么样？他的资质肯定没有你好，要不我们把这个让给他吧。琉璃的翅膀突然僵直，他机械地转过脖子，嘴角抽搐着挤出笑容。主人说的对。小丫头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颤音，眼眶已经开始泛起水光。噗！顾星终于憋不住笑，随手将药剂抛了过去。接着，琉璃手忙脚乱地接住药剂瓶，呆萌地眨了眨眼睛，直到看见主人促狭的笑容，才意识到被戏弄了。他顿时鼓起脸颊，不满地瞪向自己的主人。只不过，当他低头凝视药剂时，手指却不自觉地收紧。这种传说及药剂的价值，他再清楚不过。可顾星却没有丝毫犹豫，就将这瓶药剂交给了他。主人这么相信他，他一定要好好表现，一定要更加努力。而顾星完全不知道小丫头的想法，对他来说，预售资质提升药剂价值并没有琉璃想象的那么高。他能够看穿预售的培养路线，只要寻找到材料，通过系统给出的培养方案，预售的实力增幅肯定远远高于这种药剂的提升。因此，预售药剂对他来说只是锦上添花。至于更重要的，顾星的目光最终锁定在那枚晶莹剔透的预售空间凝聚核心上。这枚核心才能让他迎来质变。一旦成功凝聚预售空间，琉璃的成长将不再受限于猎杀魔族生物，他可以待在预售空间之中，随时随地提升自己。另外，更能通过预售空间让顾星与他开发出全新的战术配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心意相通。顾星毫不犹豫地激活了手中那枚流转着星辉的核心，那枚晶莹剔透的晶体瞬间化作一道流光，径直没入他的眉心。刹那间，一股澎湃的精神力如潮水般在识海中奔涌。原本模糊不清的预售空间轮廓，此刻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清晰凝实，每一处细节都在快速成型。与此同时，琉璃仰头饮下那瓶泛着金芒的资质提升药剂，耀眼的金色光茧瞬间将它完全包裹，强大的能量波动在圆形大厅之中震荡开来。蜕变开始，试炼之地外围暮色如血，魏渊副手立于防线最前沿，身后数百名士兵严阵以待。先前第2关通关后解封的缺口，他已经让人做好了严密的防守，现在只差最后一步，只要3人通关，那整个龙夏国的防线便可以连成一片。到时候，新人预售师的升级难度将会骤减。首长，已经过去半天了，第3关还没通过，会不会失败了？副官压低声音，欲言又止。只不过魏渊的视线不为所动，死死地注视着这一片静止。我相信他们。简短有力的5个字，掷地有声。副官一怔，随即会意。确实，这届试炼者堪称近年来最强阵容，若他们都无法突破，那这试炼恐怕就没有通过的可能了。突然，咔咔咔，清脆的碎裂声打破了沉寂。听到这个声音，魏渊和副官几乎同时转头，这是静止破碎的声音，这代表着他们3人通关了。全体注意！魏渊一声暴喝，声震四野，静止已破，准备迎敌。数百位军人齐声应和，收到！声浪如雷，咔嚓！随着最后一声脆响，静止彻底崩碎。巨大的缺口处，无数魔族生物发出刺耳嘶吼，如潮水般涌来。魏渊注视着魔潮、君王及御兽师的横压整个战场。这些魔族生物，如果放跑一只，军法处置。大战一触即发。魔族生物悍不畏死，但魏渊带领的军人同样是龙夏国的精锐。为了堵住这个缺口，让整个龙夏国的防线连成一个整体，这场战争持续了数日。试炼之地中，与前线的战火纷飞不同，这里无比寂静。顾星的识海中，预售空间的轮廓已彻底凝实。浩瀚的精神力如潮汐般翻涌，这枚核心不仅帮助他将预售空间构筑完成，更让精神力产生了质的飞跃。他的身旁包裹着琉璃的金色光茧表面，裂纹如蛛网般蔓延，一股令人心悸的气息从中渗透而出。琉璃的资质提升也已经接近了尾声。另一边，晴天的伤势在生命之泉的滋养下早已痊愈，而迎宾的玄霜冰皇也在史诗级资质提升药剂的催化下，成功突破至传说2星，实力暴涨。冰姐，你说星哥还要多久才能醒？这都过去9天了。晴天挠了挠头，语气里再没有最初的傲气。自从得知顾星几乎是独自击杀了魔化的终极试炼傀儡后，他的骄傲和狂妄碎了一地，彻底成了顾星的小迷弟。迎宾淡淡瞥了他一眼，没有回答，只是低头轻抚着怀中的玄霜冰皇。只是他冰蓝色的眸子却总是不自觉地掠过顾星的方向。晴天讪讪地摸了摸鼻子，正想转身走开，嗡，空气突然震颤起来。顾星周身的精神力猛然爆发，如风暴般席卷四周。迎宾感受到这股精神力，冰蓝色的眸子瞳孔微缩，心中震撼。超凡级的精神力。虽然顾星目前的等级仍停留在觉醒6阶，但此刻他的精神力强度已经足以媲美真正的超凡级御兽师。距离真正的超凡级御兽师，他也仅仅只缺少一个天赋。他抱着玄霜冰皇的手臂微微收紧，视线紧紧地锁定在顾星的身上。而此刻，顾星的识海之中，纯白色的御兽空间在他精神力的构筑下彻底成型。现在只差最后一步，将自身精神力与御兽空间彻底相融合。顾星毫不犹豫，将全部精神力倾注而入。轰！刹那间，他的意识仿佛跨越了某种界限，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玄妙状态。即使闭目凝神，他也能清晰感知周围的一切。迎宾指尖轻抚玄霜冰皇的细微动作，晴天紧张握拳的指节，以及布满裂纹的金茧中资质提升完成的琉璃。顾星猛然睁眼，看向琉璃所在的方向。咔嚓！金茧上的裂痕骤然扩大，赤红火焰从缝隙中喷薄而出。下一瞬，轰隆！金茧彻底爆裂。炽烈的火焰风暴中，圣洁羽翼轰然展开，一道圣洁的身影凌空而立。神圣天使琉璃，资质传说3星，等级觉醒6阶，力量205，体质207，精神213，速度211，技能断罪神佑，炽天使形态中烟咏叹，
培养建议，使用光明结晶、圣灵髓液、天使圣血提升御兽资质2星的资质提升，让琉璃的属性突破200大关。现在的他若在对上终极试炼傀儡，甚至无需进入特殊状态，仅凭炽天使形态带来的全属性翻倍，就足以碾压对方。当琉璃适应了蜕变后的身躯，金色的眸子立即锁定了顾星。主人，顾星只觉眼前一花，怀中便多了一个温软的小家伙。琉璃像只雏鸟般紧紧抱住他，软糯的脸颊在他胸前亲昵地蹭来蹭去。主人，我想你了。软糯的嗓音里带着欣喜，让顾星心头一暖。他伸手温柔地抚摸着少女柔顺的长发。感受到头顶传来的温度，琉璃突然僵住了身子，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白皙的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染上绯红，连耳尖都变成了可爱的粉红色。他慌忙松开手，雪白的羽翼刷的收拢，将自己裹成了个毛茸茸的茧。自己做了什么？丢脸，好丢脸！顾星哑然失笑，心念微动间，这个害羞的小家伙就被他传送回了御兽空间。有了御兽空间，琉璃就可以不用一直待在现实世界了。见到小丫头在御兽空间之中安顿下后，顾星这才缓步走向迎宾和晴天，略带歉意的开口：“抱歉，让你们久等了。”无妨。迎宾清冷的声音响起，本就是3人一起的试炼。晴天猛地转头，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这还是那个对谁都爱答不理的冰山女神吗？居然会主动回应顾星。感受到身旁灼热的视线，迎宾微微蹙眉：“有问题？”“没。”晴天连忙摆手，差点咬到舌头，就是觉得咱们该出发了，这都过去9天了。顾星刚迈出一步，突然身形一顿，猛地转身盯着晴天：“你说过去了多久？9天啊！”晴天被这突如其来的反应吓得结巴起来：“星哥，有什么不对吗？”顾星心头一紧，快速盘算着，魏渊带他过来用了半天，再加上这9天，也就是说，今天就是校级考核的时间。想到这，顾星瞬间坐不住了。只不过他转头看向不慌不忙的迎宾和晴天：“你们不用参加校级考核。”晴天和迎宾对视一眼，才明白过来顾星所说的考核是什么。两人同时摇头：“我们保送。”顾星，人与人之间果然是不同的，他还需要辛辛苦苦的参加高考，这两人竟然直接跳过了这一步。时间紧迫，顾星二话不说，直接退出试炼。刺目的白光闪过，3人的身影瞬间出现在试炼之地外。太好了，你们终于出来了！早已等候多时的副官快步上前，脸上写满担忧。整整9天没有动静，魏首长差点就要派人进去搜救了。只不过此时的顾星很急，参加高考，进入大学才能够获取更多的资源，琉璃也才拥有提升的机会。请问能不能送派人将我送回凌渊城？校级考核要来不及了。什么？副官脸色骤变，随后立即反应过来，同学放心，我们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将你送回凌渊城，马上就出发。凌渊城考核广场，阳光洒在花岗岩铺就的广场上，200名考生整齐列队。今天是龙夏国高考的首轮考核，校级考核，只有跻身前50名才能获得下一轮考核的资格。各位考生请注意，考核即将开始，根据抽签顺序，请依次登台进行笔试。本次考核分为2轮，将选拔出前50名晋级选手，晋级者需参加后续比拼，最终成绩将作为高考综合评价的重要依据，请各位务必认真对待，发挥最佳水平。随着工作人员宣读完规则，大屏幕上考生名单开始快速滚动。人群中，沈若雪紧攥着校服衣角，目光不断在屏幕和入场通道间游移。在他身后的班级方阵里，明显空着一个位置。班长，顾神怎么还没来？该不会错过考核吧？是啊，以顾神的实力，拿第一根本不在话下。要是因为迟到被取消资格，班长，你能不能联系到顾神，催一催他？开口的这几人都是当初在新手试炼中被顾星救下的同学。听到这些声音，沈若雪也无比为难。自从试炼结束后，他一直在寻找顾星的下落，想要当面道谢，却始终都没有寻找到顾星的踪影。大家别急，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相信顾星一定会准时赶到，待会比试时尽量多争取些时间。几人面面相觑，最终只能无奈点头。低阶御兽师的战斗往往很快便见分晓，擂台上2只御兽的较量往往在30秒内就决出胜负。尽管沈若雪让几位同伴想方设法拖延时间，但大屏幕上的对战名单仍在快速滚动。顾星 vs 王武。当这行字出现时，站在擂台上的王武脸色瞬间煞白。虽然凌渊城一直流传着顾星 SSS 级评价是花钱买来的传言，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一个觉醒3阶的御兽师哪敢与之为敌？顾星同学，请上台！裁判洪亮的声音在广场回荡。时间1分1秒过去，擂台另一侧始终空无一人。裁判皱眉看了看计时器，提高音量：“顾星同学在吗？若是不在现场，将被视作放弃这场比试。”现场没有人回应。裁判皱眉扫了全场一圈，仍然没有发现顾星的身影。既然顾星同学没有到现场，那我宣布，沈若雪正想出声阻止。且慢！一道带着几分轻佻的声音突然切入。陈子明搂着妖娆的魅魔缓步而来。魅魔的尾巴在他腰间暧昧的缠绕。裁判，不如把这场比试压轴如何？毕竟他故意拖长声调，我们都很期待这位 SSS 级天才的表现呢。这10天来，他几乎住在了一空间，全力提升魅魔的等级，为的就是在今天将那个抢走他风头的小子踩在脚下。可现在主角居然缺席，这让他怎么可能甘心？裁判额头渗出细汗，规则上写的明明白白，迟到即取消资格。但眼前这位陈副校长那边，我会去说明情况。陈子明轻飘飘地补了一句，指尖在魅魔腰际暧昧的玛撒。听到陈子明搬出副校长的名头，这名裁判瞬间松了一口气。好。那这场比赛延迟，顾星和王武的比试将放在最后。而随着裁判的声音响起，现场瞬间炸开了锅。顾星没有出现在现场，怎么回事？他不是获得了 SSS 级评价吗？难道他怕通不过这次考核？你们不知道吗？顾星好像是花了2000万，这才成为了新手试炼考核的第一。而且他契约的御兽还是一个废天使，估计是害怕露馅，所以这次考核不敢来参加了吧？流言蜚语如毒雾般在场内蔓延。沈若雪指节发白，指甲深深掐进掌心。他多想站起来告诉所有人，那个在新手试炼中如天神降临般救下他的少年是真正的天才，但最终他只是颓然松开了拳头。他人言微轻。就算说出这样的话来，也没有人信。更何况这段时间内，在陈家的故意散布谣言之下，基本上整个凌渊城的人都默认了顾星的 SSS 级评价就是依靠作弊获得。再加上顾星自新手试炼后便没有出现过，对这件事情进行解释，这也使得所有人认同了这就是事情的真相。下一场，陈子明对战李四。随着裁判宣布，陈子明搂着魅魔缓步登台。他的对手李四脸色惨白，觉醒4阶的实力在本届毕业生中已属顶尖，但此刻却像个待宰的羔羊。陈少，李四声音发颤，还请手下留情。陈子明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
怀中的魅魔猩红的舌头轻轻舔过獠牙。玄甲龟，水流冲击！李斯硬着头皮下令，哗，一道水柱喷涌出，却在距离魅魔3尺处诡异的停滞。只见魅魔慵懒的抬起纤手，水柱竟如撞上无形屏障般轰然溃散。啊！魅魔眼中紫芒暴涨，一道肉眼可见的精神波纹横扫而出。玄甲龟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直接瘫软在地。李斯如遭雷击，口鼻溢血昏死过去。全场倒吸冷气的声音此起彼伏。我靠！觉醒4阶的御兽竟然被陈子明的御兽一招解决，他现在的等级达到什么程度了？不会已经觉醒6阶了吧？我感觉不止，有可能已经觉醒7阶了。不是吧？新手试炼才过去10天就已经觉醒7阶了，我们还怎么和他比？陈子明阴冷的目光在人群中来回扫视，却始终找不到那个他最想看到的身影。不会是真的跑路了吧？要真是那样，他为顾星精心准备的大礼可没有用武之地了。要知道，这10天他不惜重金雇佣20支专业练级队伍，硬生生将魅魔提升到了觉醒8阶，配合史诗级资质的御兽，他自信能碾压全场。尤其是那个靠作弊拿到 SSS 评价的顾星，接下来的比赛乏善可陈，直到沈若雪登场。这个觉醒5阶的少女故意不击败对手，在台上拖延了足足10分钟。陈子明眯起眼睛看着他故意拖延时间的举动，嘴角扯出一抹危险的弧度。下一场，顾星对战王五。裁判的声音让全场一静。当顾星依然没有现身时，陈子明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冷。这次他可不会再给机会了。顾星逃。然而裁判这句话还没有说完，轰！一道金色流星突然从天而降，重重砸在擂台中央，烟尘渐散，顾星的身影在阳光下逐渐清晰，流离的翅膀轻轻收拢，瓷白双手从他腰间缓缓松开。刚才千钧一发之际，眼看裁判即将宣布淘汰，他来不及多想，直接从护送他回城的军方御兽背上一跃而下，这才在最后一刻惊险赶到赛场。顾星的突然出现让这名裁判愣了好几秒，这才回过神来宣布顾星选手到场，比赛开始。随着这道声音响起，观众席瞬间沸腾，议论声此起彼伏。顾星怎么突然出现了？他居然真的来参加考核了，这下可有好戏看了。陈子明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的。虽然都说顾星是靠作弊拿的 SSS 级评价，但他的实力确实不弱，说不定真能和陈子明打个平手。平手？开什么玩笑？你没看到陈少刚才的表现吗？至少是觉醒6阶的实力，你们懂这是什么概念吗？在全场的议论声中，擂台上的王五双腿发软，额头上满是细汗。原本顾星没有出现，他以为自己能够凭借运气稳稳晋级，可没想到最终顾星还是赶到了赛场，而且还是以如此高调的方式。顾哥，王五声音发颤，手下留情。无论外界怎样传言，顾星也是实打实的 SSS 级潜力者，这就意味着顾星的等级最少都是觉醒5阶，而他自己因为害怕在异空间死亡，这10天根本去异空间提升自己的等级，这也导致他现在的等级仅仅只有觉醒3阶。放心，很快就结束。王五还没反应过来这句话的含义，眼前突然闪过一道白色残影。哦，他觉醒3阶的御兽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便重重栽倒在地。我认输！王五毫不犹豫地举起双手，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台下，陈子明眼睛微微眯起，他漫不经心地抚摸着魅魔的发丝。妹儿，你说你的前主人契约的御兽现在是什么等级？魅魔扫了一眼琉璃之后，犹豫了一下，才缓缓开口。子明哥哥，从那只御兽刚才的表现看，最多觉醒6阶。陈子明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觉醒6阶，在他觉醒8阶的魅魔面前，不过是蝼蚁罢了。接下来的比赛进展迅速，2个小时后，前50名学生已经决出，也只有进入这前50名的学生才能参加军部组织的第2项考核。整个高考由3次考核组成，第一次考核由学校组织，根据新手试炼空间以及校级考核打出评分；第2次考核由军部组织，同样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评分；最终考核则由全国所有的大学共同组织，同样根据学生的表现进行打分，最后通过这3项考核的评分进行综合评定进行排名。此刻，这晋级的50名学生即将进行的便是校级考核排名。安静！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整个广场一片寂静。前50强的排名赛将继续采用抽签对决的方式，第一轮50人抽签对决，25人晋级；第2轮24人抽签对决，1人轮空，13人晋级；第3轮12人抽签对决，1人轮空，7人晋级；第4轮6人抽签对决，1人轮空，4人晋级。最后仍旧抽签进行半决赛和决赛。现在比赛正式开始，比赛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每位选手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争取晋级，有人靠着过硬的实力一路碾压，也有人凭借绝佳的运气险胜对手。而顾星的晋级之路却成了整个赛场最大的谈资，这运气也太逆天了吧！3次轮空机会，他一个人就抽中2次。观众席上议论纷纷，不少人已经开始称呼顾星为天选之子。更令人称奇的是，剩下2场比赛中，顾星遇到的竟都是当初在新手试炼空间被他救下的小队成员。顾哥，我们认输，没有您当初相救，我们早就。2位队员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弃权，眼中满是感激。就这样，4轮比赛下来，顾星连手指都没动一下，就轻松晋级前4强。与他一同晋级的还有气势汹汹的陈子明、实力不俗的沈若雪，以及一匹黑马觉醒5阶的御兽师李岩。翌日清晨，整个凌渊城都沸腾了，考核广场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连周围的建筑屋顶都站满了观众。快看，那是陈会长、副校长也来了！天啊，连城主大人都亲自到场了。贵宾席上，凌渊城最有权势的大人物们依次入座。陈山，陈子明的父亲，凌渊城最大商会的会长。此刻，他正与副校长低声交谈，脸上带着意味深长的笑容。听说令郎的魅魔已经觉醒8阶了，副校长试探性的问道。陈山故作谦虚的摆摆手，小孩子玩闹罢了。倒是那个顾星，他意味深长的顿了顿 ，SSS 级评价很让人期待啊。他本以为那个被他买走御兽的穷学生再无出头之日，可没想到新手试炼结束，他竟然成了凌渊城内的风云人物。只不过这里面有多少水分他就不知道了。陈山眯起眼睛，手指轻轻敲击着座椅扶手。关于顾星的底细，他早已派人查得一清二楚。废天使，呵，他在心中冷笑。即便那只天使真的恢复了实力，撑死了也就是个史诗级，而自己儿子契约的魅魔不仅同属史诗级，更达到了觉醒8阶的境界。2个等级的差距，顾星拿什么赢？副校长察觉到气氛不对，连忙打圆场。陈老哥太谦虚了，咱们还是专心看比赛吧。说着，将目光重新投向赛场。此刻，现场的气氛凝重的几乎要凝出水来。而在万众瞩目之中，第1场比赛的抽签结果成功出现在大荧幕上。4强赛第1场，顾星对战李岩。随着裁判的宣布，那位觉醒5阶的御兽师拖着沉重的步伐走上擂台。李岩望着对面神色淡然的顾星，
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顾哥他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手下留情。虽然顾星几乎没怎么出手，但作为5阶御兽师，李岩敏锐地察觉到那些传言可能有误。这个被说成是靠作弊拿到 SSS 评价的少年，恐怕没那么简单。比赛开始，李岩深吸一口气，目光坚定地望着对面的顾星。他心知肚明这场比赛胜算渺茫，但作为一名御兽师，他至少要展现出自己的尊严。岩龟，使用岩壁。在他的身前，土黄色的墙壁瞬间出现，至少要撑过3分钟。李岩在心中暗暗给自己定下目标。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琉璃的各项属性早已远超同级御兽，若是全力施为，莫说是觉醒5阶，即便是8阶的防御型御兽，在他面前也撑不过一个照面。顾星看着严阵以待的李岩，眼中闪过一丝赞赏。至少这位御兽师明知道实力差距巨大，还是能够鼓起勇气战斗。琉璃，点到为止。话音未落，只见一道的白影闪过，那全力防御的岩龟甚至来不及反应，厚重的身躯便轰然倒地，彻底失去了意识。李岩怔怔地望着自己的御兽，半晌才回过神来。他苦笑着摇了摇头，举起右手，裁判，我认输。顾星胜。随着裁判的宣布，全场一片哗然。什么情况？李岩可是5阶御兽师啊！太快了吧！我就看到一道白光闪过，就结束了。这顾星的实力，感觉不比陈子明差多少啊！观众席上的议论声此起彼伏，不少人都开始重新评估顾星的实力。台下，陈子明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旁人或许看不清刚才那一瞬间发生了什么，但他的魅魔作为精神系御兽，早已将一切尽收眼底。子明哥哥，魅魔在他耳边轻语，已经确认了。那只天使的精神波动确实是觉醒6阶。陈子明闻言，眼中闪过一丝胜券在握的光芒。第二场，陈子明对战沈若雪。裁判的声音适时响起，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重新拉回赛场。陈子明整了整衣领，迈着从容的步伐走向擂台。在经过顾星身边时，他故意放慢脚步，投去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见到这个眼神，顾星微微皱起眉头。陈子明什么意思？只不过他的视线扫过魅魔。魅魔，资质史诗2星，等级觉醒8阶，属性黑暗系、精神系，力量110，体质108，精神184，速度120，技能欲望汲取，魅惑之瞳，觉醒8阶。怪不得陈子明如此自信，原来是把魅魔培养到了这个程度。只不过陈子明觉得觉醒8阶的魅魔就能够吃定他了吗？有意思，主人，等会儿我一定要好好教训那个坏蛋。琉璃气鼓鼓地挥舞着小拳头，银翼在他身后不安分地扇动着。自从知道魅魔背叛的事后，他就一直记着这笔账。顾星失笑，伸手揉了揉他柔软的银发，好，都听你的。琉璃立刻像只被顺毛的猫咪般眯起眼睛，不自觉地蹭了蹭他的手掌，但很快又想起什么似的，板起小脸。主人，那个姐姐应该不是魅魔的对手。顾星顺着他的视线望向擂台，沈若雪正紧咬下唇站在那里，黑色的长发在风中飘动，她身前的雪影狼毛发倒竖，却掩饰不住微微发抖的四肢。至少觉醒7阶。沈若雪攥紧的拳头指节发白，2阶的等级差距，再加上史诗级资质的压制，这场比试的结果几乎不言而喻。但当他余光瞥见台下顾星的目光时，却挺直了几倍。雪影，准备战斗。就算知道会输，他也不会放弃。尤其是比赛开始，随着裁判的声音落下，魅魔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啪！清脆的耳光声在擂台上炸响。沈若雪踉跄着后退几步，左脸颊上立刻浮现出一个鲜红的掌印。观众席瞬间沸腾。这御兽竟然对人出手，还能这样吗？好像规则里确实没有禁止御兽向御兽师出手这一条，但这似乎不算鄙视了吧？这打脸有些侮辱人了吧？陈子明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意。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手滑了。他故作姿态地摊开双手，眼中却闪烁着阴冷的光芒。这个该死的女人，先前帮顾星拖延事件，那就代表着顾星和这女人的关系一定不错。既然顾星暂时碰不到，那就先拿他的朋友开刀好了。妹儿，继续。他轻描淡写的下令，声音里却透着刺骨的寒意。魅魔猩红的舌尖缓缓舔过指尖，眼中带着戏谑的快感。接下来的3分钟，擂台变成了沈若雪的炼狱。沈若雪痛苦地蜷缩着身体，每一次想要开口认输，都被魅魔的精神冲击硬生生打断。雪影狼拼命想要保护主人，却被魅魔一个眼神就定在原地，只能发出无助的呜咽。啊！又是一声痛呼。沈若雪的右肩被魅魔的利爪划开3道血痕，鲜血顺着她白皙的手臂滴落，在擂台上绽开一朵朵刺目的红梅。一旁的裁判刚要上前制止，却被陈子明阴鸷的眼神定在原地。面对这位陈家少爷，他终究还是没有勇气上前制止。而台下的顾星见到这一幕，眉头狠狠皱起。擂台上根本不能算作一场比试，更像是一场羞辱。可陈子明和沈若雪有什么仇？等等，一个猜测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难道是因为自己？他抬眸，刚好撞见了陈子明得意的眼神。真的是因为他，沈若雪遭受了无妄之灾。而琉璃见到这一幕，2只眼睛通红。主人，那只御兽怎么可以这样？比试的时候为什么要攻击御兽师？这不是御兽之间的战斗吗？为什么裁判还不叫停？那个姐姐明显就已经输了。面对琉璃的问题，顾星一时之间却不知道怎么回答。犹豫了一下后，他将琉璃轻轻揽入怀中，目光冰冷地锁定擂台上的陈子明，想用这种方式激怒我。顾星嘴角勾起一抹危险的弧度。恭喜你，确实做到了。只不过这样做的后果，你承受得住吗？陈子明